Hello，大家好。距离我上次发布迷宫球的更新已经过去了1个半月，在这1个半月里，迷宫球一直在不断迭代。我预计在24年12月底会发布一个更新版本。今天就先给大家提前分享一下这1个半月里我都做了哪些更新内容。我个人在这个阶段是以 UI 为导向进行更新的，希望让整个游戏看起来更加成熟一点。首先我增加了专门用于做首页的背景场景，首页上增加了继续游戏、关卡选择、小球切换、设置等新功能，后面我会逐一展开。先看关卡选择，我采用了2级菜单，包括世界选择和每个世界的关卡选择。世界选择是对未来游戏的重要规划，玩家会在不同的世界体验不同风格的迷宫。目前第一个可玩的世界是最基本的迷宫世界，让大家先熟悉玩法。未来还计划有海洋世界，玩家会遇到水和浮力相关的内容。矿洞世界，玩家会遇到可动的迷宫机关，还有宇宙低重力环境这种。具体选择世界之后，玩家可以进行关卡选择。很显然，现在游戏有了存档功能，允许玩家重玩已经通过的关卡。在新版本中，玩家可以从任意关卡向后游玩。然后是设置界面，这是我花了最大心思的一个界面。现在设置界面可以让玩家非常详细的调整输入的各种参数，包括但不限于按键配置、迷宫旋转各轴上的单独加速度和速度上限，以及鼠标和键盘不同的速度设置等。我也做了键位的自定义配置，如果玩家对预先设置的键位不满意，也可以进行修改。目前设想我还会再追加视频和音频的设置，但这2块会非常简单，毕竟这是个休闲游戏，不会有很复杂的视效和音效需要调整。语言设置不会包含在本次更新里，因为我实在没时间做多语言框架，但确实是我个人很关注的一个重点。至于手柄和触屏输入，就可能要向后规划几个版本我才能有机会做了。为了更好的可读性和交互，我也对游戏中所有的抬头显示都做了修改，减少玩家的视觉遮挡。过关、暂停还有失败以后的 UI 现在也变得更明显，并且可以直接显示关卡目标、达成情况还有游玩记录。由于现在每关都有通关条件和记录，我还追加了排行榜功能。每关的最佳记录会被记录到排行榜里，玩家可以看到本地排行榜以及过关记录，包括用了哪颗球过关以及过关时间。以后游戏登录 Steam， 每个关卡应该会有个在线的排行榜来记录玩家的 ID。然后就是前面提到的小球切换功能，像传统休闲游戏一样，每一关有不同的条件会解锁不同数量的星星。为了让这个关卡条件不仅仅是一个成就，也提高游戏的重玩趣味性，我把星星设计成可以用来解锁新的小球。不同球会有不同的效果，目前我已经规划了6颗球，包括剑版本能够玩到的吸引球，以及我正在制作的斥力球、普通球、篮球、相位球还有仓鼠球。目前并不确定 0.0.2 版本是否我能全部做完，但是球的切换功能框架我是已经实现了。游戏的教程现在单独做了一个界面，方便玩家查看。另外我后续也会专门制作教学关卡，便于新玩家上手。我这期间也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能不能把整个画面做得更像纪念碑谷这样的休闲游戏，但目前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后续我也会不断尝试，看视觉效果上有没有机会再做优化，让整个游戏的质感更加放松。这次更新也在程序里做了很多底层工作，大多数是类似于整理蓝图这样的 housekeeping。之前小球在曲面情况下会有一些抖动问题，现在也已经解决了。另外，因为迷宫球是一个物理模拟游戏，游戏原装的引擎和帧数有比较强的相关性，如果帧数变低或者变高，物理会变得非常奇怪。所以我也让游戏锁了60帧，好让大家有比较一致的操作体验。后续我还计划为游戏添加双人玩法，包括本地的分屏竞速，以及2个人在一个关卡同时操作2套迷宫，让1颗小球过关的合作模式。这些功能虽然还没有开工，但是规划上已经变得非常清晰。以上就是迷宫球即将到来的 0.0.2 版本的更新内容，届时我也会打包尽量让大家可以玩到。那我是 Toby， 我们下期内容再见。